今天我会把自己私藏多年的3套省钱购物逻辑毫无底线的分享给姐妹们，你们学会了一定会省大钱的。像我家二宝这段时间刚出生呢，也买了不少东西啊，就是用这3套省钱逻辑来的。这期视频呢，就拿这些个真實經驗呢，好好的給姐妹們分享一下，絕對寶藏哈，一定要點讚收藏好啊！這第一個購物邏輯呢，你們看我最近買的這些個母嬰類的小家電啊，這些個東西呢，我買到的價格是超級便宜的。原因呢，只是我多做了一個步驟啊，就是先到二手市場找到對應的品牌型號啊，搜了一遍，果不其然呢，都超級簡陋的。就比如這個恆溫燒水杯啊，它品牌呢是有2個型號的，那一個型號呢是35能燒到60度的，那另一個型號呢是35能燒到100度的。我現在手裡拿的這個呢是35能燒到100度的哈，但是在二手市場呢，全新的哈，說品牌直發的只要200多，這個為什麼這麼便宜呢？後面我給大家解釋啊。再就是這個恆溫溫奶羊奶器啊，正常呢應該是400多啊，但是二手市場呢，全新的我200多就拿下了。然後就是這個奶瓶消毒櫃哈，正常的話應該在1000左右哈，但是我700左右就拿下了。那這個是為什麼呢？在二手市場上呢，有3種概率你可以買到比你正常便宜的品牌貨啊。這第一種呢，就是有人手裡有優惠券，或者是自己有低價權益，別人幫你買完了呢，再改成你的地址哈，這種呢往往要比你自己買的便宜的多哈，而且它還能賺一點。你像我這幾個呢，就是這樣買的哈，一般他們會寫這個旗艦店發貨這樣幾個字的。那這第二種呢，是一些渠道商本身自己手裡呢就有一批新貨啊，放到二手市場裡呢去消化掉的。那你看我這個 EKO 的垃圾桶哈，就是這樣買的。這第三種呢，就是自己買多了，或者是別人送的，買回來呢自己根本就不用了，於是呢就放到二手市場呢全新轉賣了哈。那這種概率呢是比較小的。但是你像我這台自動奶粉機呢，就真的讓我給碰到了。那這個呢正常應該是2000多哈，但是我買的呢是1300多哈。但是我跟賣家溝通了以後呢，就是買回來不用了哈，只是這個包裝的外殼不見了哈，其他呢全是新的，膜都在。那這3種呢概率比較大的其實是前2種哈，但前提呢一定是品牌知名度比較大的。那品牌知名度比較小或者是品牌比較差的話，別人也不會倒騰這個東西，對吧？所以你們在選擇某一個商品，感覺這個品牌比較貴的時候呢，可以去對比二手市場，看看有沒有撿漏的可能。但這些呢還是比較有風險的哈，大家呢一定要斟酌去做這件事情啊。然後呢就是我選的這個媽咪包啊，這種媽咪包的話呢，我就不建議大家去二手市場選了啊。從工廠入呢更便宜啊，像我這個媽咪包呢，在工廠入的就30多塊錢啊。那我看了一下，這個山姆呢要399，那市場上的話呢，如果是小品牌或者是網店在賣的話呢，至少也要70、80、100多的。那工廠入呢，這個呢就賊便宜了。那為什麼我建議這個呢要從工廠入呢？因為這種包包一類的哈，帽子一類的，從工藝到面料，它的生產水平呢已經非常的成熟了，而且呢成本是不高的。那大家在選擇包包的時候呢，可以選擇河北哈，河北的包包呢是特別的便宜。那媽咪包這個東西呢不存在品牌價值啊，所以說呢你隨便買就可以哈。但是呢你像這個河北的這個包包呢，它的這個做工用料都沒問題哈，細節上呢線頭比較多一些哈，這個呢我倒是無所謂了。你像類似的產品呢，包括帽子啊、帆布袋啊、收納包啊，這些東西成本跟用料都非常低的。如果你不追求這個品牌溢價的話呢，這個呢直接工廠入就可以啊。那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以前給你們說的這些個靠譜的工廠哈，那這個呢才是最真實的省錢方法。那個人總結呢，買東西也需要變通啊，不要被那些節日啊、優惠啊、促銷啊給蒙蔽了雙眼。其實真正能省大錢的呢，還是自己的購物方式啊，並不是各種商家的促銷活動啊。這第3種呢，是如何吃透二手大牌的性價比。就比如這台嬰兒車，全新的可能要8000以上了，但是在二手市場呢，它才1000多啊。就這個品牌博格布啊，在二手市場的流通性呢是非常廣泛的。也就是說，我現在1000多買到手啊，3年以後呢不用了，還能賣上個大幾百。那這樣算下來呢，用3年呢只花了幾百塊啊，而且它不會像你買全新的啊，比如說1000買了個全新的，用3年以後呢分文不值了，只能當廢品處理掉了，那妥妥的就是虧了1000多塊錢啊。而且你像這個品牌呢，它屬於這種頂級的哈，是嬰兒車中絕對不踩坑的，從舒適性啊到安全性啊，這個都沒得說。那唯一的缺點呢，只是稍微的舊了一點點哈。但是如果你特別在意的話，那就不行了。OK， 以上這3種呢，非常實用且真實省錢啊。那這個呢，姐妹們可以完全照抄作業的哈。當然了，在二手市場呢，還是有風險的哈，大家一定要斟酌啊。姐妹們可以參考一下。